今天在俄乌战场又发生了一件奇事儿。4号晚上，一名乌克兰特工千里走单骑，在距离俄乌边境线1578公里的位置呢，烧毁了一架俄罗斯的苏34战机。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在4号晚上11点左右发布了一段视频，在一片白雪皑皑的机场上，一架苏34的底部燃起了一个小火苗，拍摄者的身份尚不清楚，但他肯定是乌克兰特工或者是乌克兰情报局的下属人员，因为在他的视频中伸出了3根手指，象征着乌克兰国徽上的3叉戟。起初呢，火苗很小，但随着拍摄者的后退，火势迅速变大，火光照亮了这架苏34全貌。我们可以看到着火位置位于前起落架附近，这里是苏34的油箱。这也侧面印证了拍摄者受过专业训练，通过导火线来为自己留下这安全的撤退距离，并点燃了这架战机的弱点。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扑救，那么用不了几分钟，这架价值6000万美元的战斗机就会变成一堆废铁。根据乌克兰情报机关所说，事件发生地点呢位于亚宾斯克地区的沙戈尔空军基地，这里是俄罗斯第2复合航空团的驻地。该团在2017年开始装备苏34战机。根据去年5月份的卫星图片，机场呢至少有3架苏34和1架苏35。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位于俄罗斯腹地的军事重地，却轻易地被乌克兰人员渗透，并成功地摧毁了俄军的重要资产。长达1分钟的视频中，并未出现其他人员，包括俄罗斯基地的警卫人员。也就是说，一个乌克兰特工深入俄军军事要地进行破坏行动，如入无人之境。这放眼世界军事史，都是十分魔幻的一幕。事实上，这不是俄罗斯的后方第一次遭到乌克兰特工袭击了。2022年11月，普斯科夫地区的奥斯特罗夫空军基地就遭遇了乌克兰特工的袭击，用炸药炸毁了2架卡52和1架米 28N 攻击直升机。事件呢发生在距离俄乌国境线仅有600公里。一系列的袭击事件说明了乌克兰除了在正面战场与俄罗斯作战，在敌后战场的活动同样活跃，而俄罗斯的表现呢却不尽如人意。本应防守严密的军事基地却屡次被乌克兰特工单枪匹马的渗透，其岗哨几乎形同虚设。这也侧面印证了俄罗斯在军队的后勤管理上的混乱。当然，面对乌克兰的渗透，俄罗斯并非没有采取过对策。在普斯科夫事件发生过后，俄罗斯就组织了居民巡逻队来保护后方的基础设施，但效果并不理想。乌克兰的渗透小队依然在俄罗斯的境内游荡，而俄罗斯反情报部门似乎也对此无能为力。于是呢，他们打算把愤怒倾泻在无辜的乌克兰城市头上。从上周开始，俄罗斯就开始对乌克兰全境展开大规模空袭和炮击，其中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大量的楼房被炸毁，公共设施几乎陷入瘫痪。而且在上一周的袭击中，俄罗斯还使用了朝鲜的导弹，袭击了位于扎波罗热的目标，该导弹射程达到900公里。这或许说明俄罗斯内部的武器库存已经被战争耗尽，因此不得不去向朝鲜求援，并使用他们的导弹。俄罗斯想通过这种不择手段的战争模式来增加乌克兰人民的生存压力，迫使泽连斯基与其进行和谈。当然，乌克兰政府没有这么软弱，他们也立刻展开组织了反击。1月4号上午，乌克兰导弹开始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包括一个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俄罗斯军事基地。俄罗斯立刻关闭了克里米亚大桥，并在克里米亚地区开启了电子战干扰措施，这导致岛上的无线电陷入中断状态。除了克里米亚之外，俄罗斯在黑海的重要港口新罗西斯克也在4号晚上响起了防空警报的声音，这也是黑海舰队的基地之一。不过这些导弹都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打了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俄乌战场的正面已经陷入焦灼状态，但战火却不断向非军事区延伸。想要尽快让2国平民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北约必须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1月4号，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宣布了新的对乌克兰援助清单，包括豹2坦克的弹药、1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IRIS-T SLM 导弹和一套 Skynex 防空系统及其弹药，2台 TRML-4D 空中监视雷达以及大量的步兵后勤装备。
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 Skynex 天盾防空系统。该防空系统呢由2门35毫米机炮、8×2反恐导弹模块以及一台 TMX Mk2 雷达和指挥所组成，其1000发每分钟的射速能够有效地针对各类低空飞行器，如无人机、巡航导弹等等。2022年12月，德国就想援助乌克兰这种防空武器了。虽然原计划是在2024年向乌克兰交付该系统，但是乌克兰总理丹尼斯·史密哈尔透露 ，Skynex 系统已于2023年4月26号加入了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序列。而这次军援的一台呢是新加上的。很明显，德国此时援助的装备对于乌克兰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以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连发2条推特感谢舒尔茨。事实上，德国是除了美国以外对乌援助力度最大的国家。从俄乌战争开始到现在，德国已经援助了价值20亿欧元的军备物资了。不仅如此，德国政府还希望在2024年将用于援助乌克兰的预算提高1倍，达到80亿欧元。届时呢，该预算将达到德国全年 GDP 的2.1%了。早在2022年2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不久后，德国总理就在联邦议院中就提出了实现国防开支在 GDP 中占比2%的长期目标。去年11月初，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再次呼吁，在2022年启动的价值1000亿欧元的欧盟国防特别基金之外呢，每个欧盟国家需要在国家常规预算中永久确立2%的目标。虽然德国呢在努力地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但面对俄罗斯在冬季对乌克兰全境发起的空袭和炮击，仅靠德国的努力，那肯定显然是不够的。想要打破现在的僵局，击退俄罗斯后续的进攻，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武器人员和装备。作为北约组织的重要成员，美国一直在承担保卫欧洲安全的责任。在去年12月，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了新一轮对乌克兰的军援计划，这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8月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第54批设备了。该计划呢包括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毒刺导弹、海马斯火箭弹的弹药及其他反坦克武器和单兵装备，总价值高达2.5亿。然而这批援助呢却遭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阻力。在五角大楼1月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承认，美国现在缺少资金来将这些装备运送往乌克兰，甚至他直接使用 "We are out of money" 这样一句直白的话来形容美军当前所面临的现状。虽然五角大楼还剩下42亿的战备预算可以挪用，但美军内部对此有很大的争议，一些保守派并不想拿美国的战备状态冒险。当然，无论如何，至少美国这批价值2亿美元的援助还能顺利到达乌克兰。但如果美国的预算危机始终无法得到解决，那么未来乌克兰的处境也许会更加艰难。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所有欧洲国家都不得不正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这让全球都增加了购买武器的需求。原本在2022年停产的 M777 火炮也在昨天重新恢复了生产。M777 火炮使用北约标准的155毫米炮弹，射程可达40公里。该火炮特点呢是轻，能够通过直升机或迁移车进行快速的机动，并在1到2分钟内完成重新部署。但由于其射程有限，而且保养比较麻烦，灵活性又比不上自行火炮，美军在2021年就停止采购 M777 了，准备逐步将其退役。恰好俄乌战争爆发，美军在战争之初就援助了乌克兰108门的 M777， 在2022年10月又追加援助了16门。没想到在俄乌战场上，这些原本准备退役的榴弹炮却产生了奇效。虽然它的灵活性不佳，而且脆弱的零部件很容易在战场上损坏，但乌克兰士兵表示，这种榴弹炮的精度非常之高，而且由于其重量较轻，乌克兰士兵可以轻易地找到车辆，让其在乌克兰泥泞的土地上自由移动。同时，相比于北约援助的自行榴弹炮，这种传统的榴弹炮学习成本更低，乌克兰士兵可以快速地学会如何使用它。乌克兰武装部队炮兵系统局局长谢尔盖·巴拉诺夫上校在去年9月份表示，其他自行火炮的使用率不到 70%， 而 M777 的使用率达到了 85%。 M777 的表现也引起了各国国防部门的关注。其生产商 BAE 公司表示，自俄乌战争开始后，已经有8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就购买 M777 进行过询问。
在今年1月4号，美国陆军与 BAE 签订了一张价值5000万美元的购买合同。这些新批次的榴弹炮会在极其容易损坏的钛合金部件上做出一些改善。最近东南半岛的局势也不太稳定。1月5号，朝鲜向韩国延平岛方向发射了200多发炮弹，这些炮弹呢，并没有落在延平岛上，而是落在了韩朝边界的海域中。韩国政府立刻撤离了附近岛屿上的居民。中午11点左右，韩国国防部长申元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表示，该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或物资伤亡，但他补充说，这一行为威胁到了朝鲜半岛的和平，并加剧了紧张局势。韩国军队必须准备彻底消灭敌人，这样他们就不敢再次挑衅。另外，根据朝中社的报道，这次炮击是用来回应白宫对朝鲜向俄罗斯援助导弹一事的批评。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表示，要继续加强导弹的生产速度，并随时做好与敌人军事摊牌的准备。可以说，这是自2010年以来韩朝关系最紧张的一刻。在2010年，为了回应韩国在海上边界进行的实弹演习，朝鲜同样炮击了延平岛，韩国立刻展开还击，双方一共发射了200发炮弹。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说，韩国可能随时遭遇核攻击。为了对峙朝鲜的核武器，美国海军将一艘核动力潜艇部署在了韩国釜山附近的海域。好在战争最终没有爆发。如今因俄乌冲突，韩朝关系再次陷入紧张，我们只能期望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收场。兄弟们对于该事件未来的发展有何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